楚老板，黄老板，恭喜啊！您里边请啊，哎，里边请，请。祝贺楚老板。周老板，里边请。哎，来里边请。大少奶奶，哎，什么时候接盘啊？再等等。再等就要错过吉时了。大少奶奶，哎，魏老板来了。路封了之后，我们都被困在客栈里。大顺哥他本来没事的，但是他看到外面人很多都得了瘟疫后，无药可救，只有等死。大顺哥说，他身为药商不能见死不救，于是他就挺身而出，到处救人，前后后，大概救了10来个人。可他却……老爷们。陈老板在救治大顺哥的时候，也感染了瘟疫，没几天2人就都没了。没了，我的大顺儿，我的大顺儿啊，我老爷。娘。三爷。三爷，三爷，人到齐了。到齐了，给谁到齐了？三爷，您可以说话了。仙魁跟大顺的后事也办得差不多了。这个老话怎么说来着？国不可一日无君。这家呢，不可一日无主。按照陈家祖制，接下来由二顺当家。二顺以后就当家。侄媳妇儿。侄媳妇儿。三爷在，我在这儿。仙魁家里的，刚才三爷说的话，您可同意？我同意。同意。同意。那以后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我不同意。你是大顺家的，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三爷，大顺虽然走了，但这个家，他还是有一半的。您既然说我是大顺家的，那我就代表大顺。也应该当这一半的家。一个女人家，当什么家呀？爹在的时候，陈家药铺老店我都能说上话，这分店也是由我来打理。您说我凭什么不能当家？大顺家的，这个家如果没有男人，那另说。可现在，二顺还在呢，让他当家，那是天经地义。嫂子。我当了家以后啊，绝不会亏待你跟轩轩，这你放心。二顺都表态了，你还要怎么着？这二顺当家也行，但是爹在的时候，他是亲口答应分店是由我和大顺来打理，并且分我们一半的股份。现在大顺人不在了，那一半的股份也该交给我跟轩轩吧。所以分店打理，我觉得应该交给我。这还有这事儿？你们吵吵啥呢？娘，爹定这事儿的时候，您也是在场的，您说说，我说的是不是都是实话？我不知道啊，
我怎么知道呢？您不知道？我是个妇道人家，你说这个生意上的事儿，我也不懂。我不记得他们。娘，爹和大帅的头期可都还没过呢，您可不能这么昧着良心说话，他们会死不瞑目的。这怎么跟娘说话呢？娘，这要不生意上的事儿，它可不是小事儿。二顺什么品行，您是最清楚的。您不能被他的话给蛊惑了。我什么品性啊，楚韶华！自从你嫁到我们的陈家，你仗着大哥宠你，你是处处与娘作对呀。娘是看着大哥的面子，他忍你让你。当然，我以前的确实也不懂事儿，可是，一夜之间我长大了。我告诉你，打今儿起呀，不能容你再猖狂下去。娘，你说句公道话，爹是不是答应过分店由我和大帅来打理，并且有50%的股份？没有的事儿。宋平，你当时也在，你告诉大家，爹怎么说的？你听到什么你就说什么。那天，爹确实什么？你敢？宋平，你说。我忘了。宋平，宋平，嫂子，你别逼我。你说，我什么都没听见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听见。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。嫂子，这过去的事儿呢，我跟娘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从今往后啊，你带着轩轩老老实实的过日子，你别兴风作浪了。陈二顺，你别以为你仗着娘和威吓宋平，你就能只手遮天了。你别忘了，爹和大顺还有生意上的伙伴，药铺上还有那些伙计和帮工，他们可都非常清楚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去，让他们看看你陈二顺的嘴脸。拦着！哎，让开！大顺家的，你身为人父，乖张桀骜，忤逆不孝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闭嘴！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三爷，你快发句话呀！过分，太过分了！还有你头脑糊涂，任人摆布，你就不配做这个族长。三爷，拉出去！你放开我！把他给我关到柴房里去，饿他几天，看他还敢不敢目无尊长。娘，哎呦，这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轩轩说他想他娘了，我带他过来看看嫂子。去吧，上娘那儿去。轩不哭了，娘才不怕。哎呦喂，这头发怎么还脏啊？别碰我！轩不怕。嫂子，那天我可就发现了，你凶起来不好看，笑起来才漂亮。陈二顺，你跟我这样说话，就不怕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大哥来找你吗？哎，好吧，那咱们就说正事。那天三爷说的话，你可都听见了。现在我陈二顺才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，你认也得认，不认你也得认。认不认？不认。你认不认？你信不信我找个人把你卖了？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你可别逼我啊！也是，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也卖不了几个钱，那我就卖小的。
陈二顺，你不是人！现在就上街找个人牙子！我杀了你！顾少华，要不跟你闺女孰轻孰重，你自己掂量。你可是个生意人，这点账你应该算得明白吧？把我轩轩给我放了！你把我轩轩给我放了！好了，轩轩不哭了啊！二叔带你上街买串糖葫芦。陈二顺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把我轩轩放了，求求你把轩轩给我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我都给你，求求你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把我轩轩放了。二少爷让我们一大早过来，到底什么事儿？谁知道啊？那我们现在到底听谁的呀？肯定听大少奶奶的呀。那大少奶奶什么时候来啊？怎么说也得过了头七吧。那二少爷呢？嗨，甭理他。怎么能不理他呢？他好歹也是东家呀。是啊，他给你发工钱啊？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人齐了。哦，回二少爷，新店老店的人都到齐了。有人有话要跟你们交代。进来吧。借给我20个大洋吗？借钱？嗯，绝对不行。这，借钱，锁着头口。这些多少？死当还是活当啊？死当多少钱？活当多少？死当25大洋，活当15大洋。这些首饰，置办的时候至少得100大洋呢。
当吧。得嘞，破铜烂铁一堆，4当，25大洋。等等，再加上这个，这么着，我再给你加1大洋，一共是26大洋。哎，那大叔，您这一季大概能收多少子碗啊？1000多斤吧。全部给我吧，我按历史最高价3角5一斤给您结算，怎么样？当真？当然，我们可以立约为证，而且我现在就可以付您1成的定金。等齐州要事结束那一天，我将付起所有的尾款。好好好，太好了！但是啊，我可有条件的。第一，就您这些子碗，不能再给其他人了。第二，您给先交货。第三，咱们之间所有的约定，必须严格保密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没问题。用还没有交货的生药抵押，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生意。所谓抵押，不过是以物质钱。虽说生药抵押没有先例，但我手上这批子碗，的的确确是值350大洋的，并不违背以物质钱的根本。但是子碗的价格有高有低啊。那就按上一季子碗的价格2角1斤来计算，我手上这批1000多斤的子碗，价值怎么也有200大洋了。而药市上从来都是上一季涨的，下一季必跌；上一季跌的，下一季必涨。所以你们银号并无风险。我最多只能给你150大洋。也行。各位大哥，我这手上是1成的定金，一共是150个大洋。我也没别的要求，就是希望你们把手里这4000多斤的子碗，收割之后全部都给我，账期到药市最后一天。我以这4000多斤子碗做抵押。最多给你500大洋。你们不用亲自到药市上去叫卖，也不会被那些药商联手盘剥了。这个好，我借4000大洋，以我手上的15000斤齐州子碗做抵押。15000斤，也只值1500大洋啊！这齐州的药市马上就要开市了，也不知道子碗的价格能不能涨点儿。你一个开典当行的，怎么关心起子碗了？你是有所不知啊，我手里面有1万多斤子碗呢。你还别说，我手里还有4000多斤呢。我手上也有齐州子碗，倒是不多，只有1000多斤。哟，奇了怪了，你们手上怎么都有齐州子碗？不会你们都要改行做生药生意吧？对呀，你们手上怎么也有啊？我的齐州子碗是陈家村的陈大少奶奶来抵押的。哎，我的钱也是放给她的，也是以齐州子碗做的抵押。不会你的生意也是跟他做的吧？坏了，正是他。那有问题啊！你要贷多少款啊？啊，我想贷5000大洋。这么大笔款，必须有同等价值的抵押，我们才敢放款。我这手上呢，有4万多斤的齐州子碗，至少价值8000大洋。只要齐州药市一开市，我就可以全部兑现。想让我放款给你，绝不可能。陈家大少奶奶，你可真是打了一手好牌啊！我们几个在钱庄银号也算是经营了这么多年，居然都被你给骗了啊！得亏我们发现及时，看你今天往哪里跑！几位掌柜，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，让你们如此惊慌啊？
你用35大洋骗了我150大洋，现在竟然还想从大发银号骗5000大洋走。赵掌柜，您这个骗子，我有点不服。请问，我跟您签约的时候哪一句不实啊？可是，哎，你拿着我们的钱打着滚的抵押来抵押去，你胆子可真大呀！我虽然胆大，但是做的并未出格。你们这几家，谁家定规了，我不能这样抵押。哎，你们看看啊，嘴还这么硬，哎，就是。你们的本金，我都用在了该用之处，而抵押给你们的紫碗呢，现在都长势喜人，眼看丰收在即了，你们的本金和利银，也都可以圆满收回。哎，你们应该感到高兴吧？可你这么做，知不知道这风险有多大？当然知道。如果今年齐州紫碗的价格跌破2角，那我就颗粒无收，你们也只能收回本金。但是如果跌破了1角8，那我们大家都有亏损。哎呦，姑奶奶，这钱我不放了，你退给我吧。哎，你我的钱你也退给我。听这话意思是要违约啊？哎，这话要是传出去了，正康钱庄和双福典当行的名誉可都是大打折扣的，而你们在这一行的名声也都会有损失。老孙老钱，稍安勿躁啊！不要冲动啊！哎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你是区几百大洋，我可是上千的。我的也是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们贷给我的款子，我已经全都给药农了。我现在身上可是一文都不剩了。你，我知道你在怕什么，您不是就怕今年齐州紫碗的价格跌破2角吗？但我有办法，不仅让今年的价格不跌，我还甚至能让今年的价格远超历史最高价。有什么办法？其实去年紫碗的价格大跌呢，那都是因为药商们联手压价所致。那我们今年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呀，把价格抬上去。这怎么抬呀？那就需要李掌柜帮忙了。我？只要您能把5000大洋贷给我，让我把这一季的紫碗都收完了，那今年齐州紫碗的价格就是我说了算。贷给他，老李。不是，你们刚才还在这……哎，老李，你必须得贷给他，要不然我们大家都完了。5000大洋呢？不是还有4万斤的齐州紫碗吗？那万一卖不出去呢？卖不上价呢？哎呀，老李，只要你进来，那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啊！这样吧，李掌柜，如果您肯贷给我，让我把这一季的紫碗都收完，那你们的利银，我可以再上付1成。老李，如果你现银不够，我可以拆借给你啊！老李，去年你求我办事儿，我可都答应了，今天是你还情的时候。不是，老李，别犹豫了，这买卖准赚，可以进。那5000也太多了，4000够吧？足够。小王，哎，大少奶奶，今天怎么样？哎，我跟您说啊，今天来了好几波客人，价格给的都挺高的，最高开到4角1斤，但我按照您的吩咐把他们都打发了。好。大少奶奶，我想问问，您到底多少价格才肯卖啊？哎，大少奶奶，有客人。谁是主事儿的？是你，易掌柜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，长出息了。我说怎么着，这个齐州城的这个紫碗看不见呢，原来都在你这儿啊！哎，请坐。是啊，一共10多万斤吧。哎呀，你自个儿收这么多，卖得出去吗？这不您都上门来了。
我上门来了，我是听说你这儿好多货卖不出去，乡里乡亲的，我是过来帮你个忙。这个价钱呢，就按去年的价钱，2角1斤，全给我啊。紫菀今日的最新价是4角1斤，而且还买不到。这种谣言你都信呐？我跟你说呀，今年的紫菀品相不好，价钱比去年还低呢。小王，把那个给我。是吗？咱不说这个了哈，我这个人呢心肠软，您呢也是年轻守寡也不容易，我再给你加1角，3角1斤，你如果能卖呢，我就买；你要如果觉得不合适呢，我也不跟你啰嗦，我就去明关镇找那些药农。明关镇的紫菀，全部都在我手上。那就郑章镇。郑章镇的也都在我手上。我呀，不信。那要不要我把跟那些当地药农签的契约给您看一下？嗨，不用，那个契约就是摁个手印的事情，这个事情我信你。你真不错，您厉害。谢谢易掌柜夸奖。那这样吧，我再给你加1角，4角，那可比去年翻了1倍了。不好意思，易掌柜，今年的紫菀我不卖。哇，今年3斤木香就能换1斤香附。哎，韶华啊，那边有唱戏的，走。哎，夏老板来了。这人谁呀？夏老板，你认识他？齐州药铺做生意的，谁不知道手烟药专的夏人夏老板？如果有一天我能像夏老板那样威风，就太好了。夏老板你好。哎，二妞，二妞，麻将了！没事，谢谢。走。我帮你吧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那我先付个定金，麻烦你把这个货送到同福货站。不行啊，兄弟，我们关东帮有个规矩，向来都是货前付全款。哎，你放心啊，我们可是关东帮啊，绝对不会货不对版的。行吧？好，里边付款，请。这位大哥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多看看几家再付款。这位姑娘，谢谢你啊。我已经看了好几家了，那唐老板的货挺正的，价格也公道。不是，哎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多什么嘴啊你？真晦气，什么玩意儿？骂谁？我骂你，
你就是个晦气的臭女人，你敢打扰我做生意？好了好了，你卖假黄芪，你还有理了？你放屁！你看，这表面的纹路是黄色的染料染上去的，还有这虽然缎面是金盏银盘，但是中央无髓，还有这射线，你看，它也没有裂隙。你是齐州帮的吧？啊！大伙儿听着啊，我们关东帮从来不作假。对，齐州帮做生意做不过我们，那满嘴喷粪，血口喷人。我今天我非干死你不可！别！哎，唐老板，你卖的根本就不是黄芪，他卖的就是木须根儿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让你看看，有人陷害我呀！这是栽赃陷害呀，兄弟！哎，大娘，我问您一下，有没有看到一个跟我个子差不多高的姑娘，穿着也是粗布衣裳的？没看见，没看见。韶华，二妞，哎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找了你半天呢。我也到处找你呢。你这脸怎么了？啊？哦，没事儿。啊，哎，给你，快吃，一会儿凉了，我特意给你留的。油饼儿啊？你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吃食？哎呀，你就别问了，赶紧吃吧。你是不是有事儿？没有。你一定有事儿。我过2天再告诉你。那我也有事儿，也过2天告诉你。啊，你也有事儿。大哥，你进这么多黄芪干什么呀？便宜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儿？啊，卖家着急回家，全部贱卖给我了，正好做万灵丹。那钱你都付了？啊，人家货都送到了，我能不给钱吗？不会有什么陷阱吧？你可别买到假货了。这所有的货我全都亲自验过，都是真的。不信，你看看。怎么样？没错吧？但你做万灵丹1担就够了，怎么买这么多呀？哦，卖家说，如果我能把他手上的货全部吃下的话，就给我50大洋1担。我想了想，那不干脆全部拿下不就完了吗？400大洋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咱们账上的，加上我想办法又凑了一些，正好。那，你找过安克堂的经纪了，对吧？你傻呀！我们买家和卖家自己都搭上线了，我凭什么给安克堂那帮人2个点的佣金？再者说了，就算我愿意花这样的冤枉钱，卖家也未必肯。跳过安克堂出岔子怎么办呀？黄芪都摆在这儿了，还能出什么岔子？你还不说实话？我不知道，这明明就是你造的假。如果我造假，我唐有基，我出门我就让马车撞死。三爷，老唐是被冤枉的。我们的黄芪都是在关外打包好才运到吉州的，麻袋上都有我们关东帮的暗印。您看，这麻袋上的暗印粗糙又潦草，显然是伪造的。它就是伪造的嘛！难道有人把我们的黄芪调包了？齐州帮，齐州帮，唐耀吉，你就是只鸡！你们卖假货，现在所有的客商都怕了你们了，不给你们做生意，这碍我们什么事儿？放你的狗屁一大街！就你们干那点破事儿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呢？来呀，玩儿！给我上！谁在这儿这么威风啊？三爷，三爷，三爷，是夏老板呐。既然夏老板亲自上场，那我就陪着夏老板
把这以前的账都了了吧。看来三爷对我夏某是有所误会啊！哼，难道不是你啊？你调包了老唐的黄旗，砸了我们关东帮的牌子，这事儿可还真不是我干的。被谁抓走了？好像是齐州帮的人。因为什么？说什么少忠哥用假黄旗调包了关东帮的真黄旗。啊？怎么可能呢？不是，少忠被抓走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啊！关东帮卖假黄旗这事儿，三爷您认定是我们齐州帮捣的鬼，所以呢，我就派人放出话去，说我要高价收黄旗。嘿嘿，你看这姓楚的就上钩了。今天交货的时候，人赃俱获。夏老板，那黄旗真是我花400大洋买的。对呀，他死不承认。我觉得呢，这事儿还有很多疑点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关东帮的牌子还有您杨三爷的名声算是保住了。今儿这货完璧归赵，人您随便处置。王小哥，你看见我哥了吗？你哥他被绑在药王庙太监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啊！让让！不要扔了！不要扔了！别扔了！别扔了！少华，大哥，快救我！什么情况？现在？关东帮的杨三爷说要把我绑在这儿示众3天，然后私刑处死。什么？快想办法去为我作证，我真的没有调包他们的黄旗。我要知道那黄旗是贼赃的话，打死我也不敢买啊！大哥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三爷不想见你，你请回吧。我只是想替我大哥说几句话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哥炮制假药，伤天害理，就是死罪。不是，那黄旗家家都有，凭什么说我大哥手上黄旗就是你们关东帮的？难不成你们关东帮的黄旗上面都刻上字儿了？黄旗上面虽然没有刻字，但是那麻袋上面有我们关东帮的暗印。闪开！那黄旗到底谁卖给你的？就是个西北来的姓黄的一个老板，他住那个云来客栈。西北来的黄老板，早走了。他什么时候走的？走了好几天了。那8担黄旗谁运来的呢？他找车夫运来的呀。哪儿的车夫？长什么样？他嘴角有颗痣，胸口有个达子。池春堂。对，一共8担黄旗。哦，对，有这回事儿。哦，那是谁雇的你？是一个姓黄的老板。他人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天送完货结完账之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他。那个黄旗是从哪儿运到池春堂的呀？那可远了，就从这儿往南50里有个马柳村，村东头有户人家，就那儿。哎呦，唐老板来了，三爷起了吗？早起了。好，快照。杨三爷，不能进。杨三爷，调包你们关东帮黄旗的人绝对不是楚朝忠。哪来的野丫头，敢在我面前放肆，轰出去！哎呀，走。都说杨三爷既能明察秋毫，又能明辨是非，没想到你也会被人蒙骗。等等，你是谁？我是楚朝忠的妹妹，楚朝华。哼，我认识你。三爷，就是这个臭女人，说我卖假黄旗，还打人。谢谢唐老板认出了我。不客气。如果楚朝忠真的调包了黄旗，那我作为他的妹妹，难道不应该闷声发大财吗？我揭穿了唐老板的黄旗是假的，这不反而让你们警醒吗？兴许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你哥干的，要是一时多嘴，不就坏了你哥的好事了吗？有道理，
但是我查找到了制作假黄旗的地方。你是怎么找到的？虽然卖我哥黄旗的那个西北老板已经不知所踪了，但是我通过通达车行的车夫大柱，找到了一个50里外的马柳村，那有一个院子，租那个院子的人已经离开了，但是院子里面还留了一些木须根、染料，还有一些工具，这些都可以证明那个院子就是制作假黄旗的地方。你哥是造假之人，他造假的地方你岂能不知？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车夫来查找吧？我问过那院子的房东了，他说租他院子的人就是个西北人，根本就不是楚韶忠。那要是你哥雇了一个西北人去租下那个小院子呢？好，那请问，这个又怎么解释？你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是我在小院找到的，是装假黄旗的麻袋。都说你们关东帮的麻袋上是有暗印的，这个麻袋上它也有暗印，猛地一看和你们的暗印如出一辙，但仔细一看就能看出端倪来了。三爷，你看，这麻袋上的暗印粗糙潦草，和老唐家的应该出自同一个人之手。哼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？你哥既然要制假调包，那暗印肯定是要伪造的。我哥既然要伪造暗印，那他首先要知道关东帮的麻袋上是有暗印的。那他出售真黄旗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换掉麻袋呢？那谁知道啊？杨三爷，我哥的确是收了贼赃，但他是无心之过。但是您若认定他就是调包药材的那个人，那您就是放过了真凶。都怪那个姓黄的那个黄老板，让我再看见他，我饶不了他。哎，就是可惜了我那400大洋啊，就这么白白的没了。那就当买个教训了。这以后啊，天上有掉馅饼的事儿，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。还好有迟春堂呢，咱一点一点的做。先把那亏空给填上啊，生意呢以后也会越来越好。少华，其实还有个事儿，我就跟你说。哥，干什么？哥，干什么？少华，别动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放开我！上去！放开我！少华，你不是说关东帮答应放人的吗？抓他的是放印子钱呢。他怎么又惹上放印子钱的了？大哥，买那些黄旗花了400大洋，其中的360大洋都是借的印子钱。账期半月，利息5厘，半个月的账期已经超过3天了。按照他们的规矩，超过3天就要砍掉一只手。但是你们先别急，我好说歹说的，他们说可以缓3天，不过超过3天以后，必须要连本带利加上罚期，一共390大洋，必须给他们送过去，不然还是会砍掉大哥的一只手和一只脚。那还活得了吗？390大洋。现在家里最值钱的就那几亩地，还有这个院子了。我已经去找了牙行，另外四新八林的我也都开了口了，这里外里应该能凑出个100多个大洋。我的少忠要是活不了，我还活着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娘，你快把攒的那些钱都拿出来！我哪还有钱呢？不是，那你还有些首饰呢？这都不值钱，你看看。不是，你就别再逼娘了。她要真的有钱，也都贴在这家里面了。那你呢？你就没有私房钱呢？哎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看看还有什么能卖的。
要卖就卖池春堂。什么？之前我听你哥说了，有人愿意出200个大洋买咱们池春堂的招牌。池春堂不能卖，不卖你哥就回不来了。那是我们楚家祖传3代的招牌，我看你们谁敢卖！人都没了，有的招牌有什么用？卖！只要少主能平平安安的回来，甭说池春堂，把我卖了都行，都拿走。明儿我就去买。这是咱们楚家的宝贝，万灵丹的方子。我想学。不过爷爷啊，要嘱咐你一句话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爷爷，我是女子，不是君子。为国事谋，与人为善，此心光明，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啊。爷爷，我也想当君子，要做大事。池春堂，池春堂。王叔，谢谢您，这钱我一定会尽快还你。哎，你别客气，只是我能力有限，只能帮了一点点，实在抱歉啊。您快别这么说，您能帮我们，已经是感激不尽了。楚家大娘，楚家大娘在家吗？哟，三大娘啊！啊，我呀过来呀就给你们带句话。我孙子早上不是上药室了吗？你猜怎么着？遇着陈家老爷了。他让我孙子给你们捎句话。他说呀，明天带陈家大爷前来拜访。陈家，是跟我们家韶华结亲那陈家吗？哎呀，不是他还是谁呢？你们呀，赶紧准备，别等人明天上门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回家做饭了。哎，知道了。哎，走好啊，三大娘。他说，明天陈家老爷要来。娘，手中有救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啊，陈家来提亲吧，啊，他总得下聘礼吧？手中是不是有救了？如果真能这样，那可太好了。是啊。可是陈家跟咱们已经好几年都没来往了。在这之前，我听韶华说，他们家可能都有别的心思了。那不行。明天不管怎么着，必须把这门亲事给我定下来。你看合适啊？多好看呀！来，听话，坐下。来，这是那年定亲的时候，人家陈家老爷给的镯子，戴上。听话，多好啊！戴上啊！哎呀，娘，你去门口迎陈老爷去。哦，对。哎呀。来，我们的口红。哎呀，小祖宗，你要干嘛？你别给我杠着啊！听话。哎呀，你别动！哎呦，楚嫂子，咱们这是10几年没见了吧？可不是说晌午才到吗？这么早？哎呀，今天这个日子，这得赶早啊！啊，哎，大顺，这是楚婶。哎，好。快请，请，走吧，来进。韶华，哎呦天哪，怎么就来了呢？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人家都来了，你让他看你的黄皮脸吗你？啊！我跟你说，楚韶华，你今天必须把陈大顺给我拿下，不然你哥的手脚可就保不住了，听见没？周燕儿，快！走。哎，来了。走，你给我快点！哎呀，这是陈叔吧？这位儿媳妇。这位大哥，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就再多看看几家，再付款。赵夫人呢？你好。周燕儿。哎呀，这是姑爷吧？哎，妈呀，姑爷，这是一表人才啊！哦，妹，姑爷，陈叔。陈叔，陈大哥，是，韶华，楚小姐，对，韶华，
哎呦，这一晃长这么大了。哎，我来，给我，屋里坐吧，陈叔。姑爷。好，请，陈叔，请。好。娘。哦。快点，妹，快点。坐，陈叔，坐啊，姑爷，来坐。哎呀，嫂子，本来早就应该来拜见您的，这几年生意太忙了，我和大顺呐，一直这也脱不开身，这一年一年的，就耽误到今天。没事儿，陈叔，好事不在忙上。嫂子，今天来呀，就是为了大顺，还有楚小姐的事儿。是啊，陈叔，你看咱们姑爷跟韶华的年纪也不小了，是该把事儿办了。这个事儿，哎呀，说起来，这最初还是我和你们家楚老爷子这一句戏言，这你看。是啊，陈叔。不过啊，陈叔，你看，您呢是这个方圆百里地儿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那我们家爷爷，虽然我没见过哈，那但也是名声在外的人物啊。那你说你们这2位大人物在一起说过的话，那即便是一句戏言，那也是一言九鼎。现在这都是民国了，这年轻人嘛。也都实行着自由恋爱，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，不一定都能接受的。哎呀，陈叔，我跟你说，大顺对韶华肯定是满意的，是不是？姑爷满意不？娘，你看，什么叫天赐良缘？这就是天赐良缘呀！姑爷对咱们家韶华满意。对。哎，叔，来，喝茶。叔，不瞒您说啊，陈叔，前些年呀，有不少的人跑到我们这儿来嚼舌根子，说什么当年呀，陈家来主动结亲，图的呢就是我们楚家当年的盛景。现在呢，我们楚家呢大不如从前了，可是人家陈家呢是一天比一天发达，说陈家肯定是要来反悔的。我当场就跟他们急了，我说你们不许胡说，人陈叔不是那样的人，是吧，陈叔？喝茶啊，姑爷，喝茶。陈叔啊，咱们要不今儿就把事儿给定了吧？娘，我查过黄历了，5月18和6月20都是好日子。娘，哎呀，这可是大事儿啊，咱们还是从长计议啊，嫂子。叔啊，我们家韶华人你都见了，姑爷都千恳万恳了，还从什么长计什么议呢？真是的。好，时候不早了，啊，我和大顺这还得回去忙生意上的事儿。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哎，别，叔，那正事还没定呢。哎呀，改日再定呗。啊，嫂子，那我告辞了，告辞了。大顺，爹，咱们走吧。啊，不是，哎，陈叔啊，陈叔，出事儿，先走了。他这不是，陈叔，哎，娘，哎，陈叔，哎呀，少夫人，你身子重，就别送了。不是，陈叔，你听我说，留步了。陈叔啊，哎呀，您听我说，哎呀，不用说了，我的意思你明白，你的意思我也明白，咱们两家的事呢，咱们回头再合计合计，好吗？哎呀，没时间合计了。啊，不是叔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看姑爷今儿都来了，咱们就把这好事给定了。哎呀，少夫人，你不是说了吗？啊，好事不在忙上，如果定了，也不急着这1、2天呢。要是定不了，这不就更不忙了吗？啊，告辞了。别，哎，陈叔，姑爷，哎呀，不是，哎，陈叔，哎，韶华，你快出来送送啊！姑爷跟陈叔走了。韶华，不是陈叔，韶华，楚韶华，你给我出来！楚韶华。
呀，到底怎么说呀？哎呀，陈家不结亲了，不要你闺女了，少忠也没救了。楚长华，我的少忠该咋办呀？你给我出来！楚长华，人家都上门了，你把自己关起来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也不出来招呼招呼，你是存心想把这门亲事给弄黄是吗？啊，我不想嫁给他陈大顺。你不嫁，你哥就得死啊！人家也没想娶我。哎呦我去！哎，行行行，你就算是不为你哥，你为你自己着想行不行？楚长华，我告诉你，就凭你的长。于此，就是韶华。你确定吗？他的样子我记得可清楚了。哎，回头再送一些谢礼去吧。爹，那我和韶华的婚事呢？继续拖呗，能拖个1年半载的。他们一定会追我们来退婚的。我觉得韶华挺好。我没说韶华不好，就算韶华有几分可取之处，但是她娘家什么样，你不都亲眼看到了吗？你要是跟她成婚，将来必定麻烦不断，不如快刀斩乱麻，免得将来被拖累。哎，哎。你怎么跑到我们前面来了啊？我从村里抄近路跑。楚小姐，哎，还有事吗？陈叔，我是来把这个还给您的。咱俩家的亲事，从此作罢呗。不是，这都定好的亲事，怎么就说作罢就作罢呢？嗨，楚小姐，你可想好了？四五结亲都讲究个门当户对。这眼下，陈家什么样，我们家什么样，都摆在眼前呢。这也不是什么势力，我知道，这就是人之常情。再说，我要真勉强的嫁到陈家做媳妇儿，你们心里肯定也会有芥蒂的，所以我情愿就此作罢了。那你娘跟你嫂子呢？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。就算我那荒唐爹在世，我想这么处置就这么处置。爹，我就说吧，韶华比他们娘家人运气多了。行啊，既然你都想好了，那我就成全你吧。啊？爹，从今往后啊，你和大顺，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了啊。爹，如此甚好。那陈叔、陈大哥，我就不送了。你们慢慢回去吧，我走了。韶华，韶华，韶华，爹，你干嘛？爹，哦，对了，陈叔，
这婚啊，今日虽然退了，但是我那大哥还有嫂子，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提一些非分的要求。到时候你们不用理会啊，就说这亲事是我主动退的。那个你们没要赔偿已经是宽宏大量了，如若他们还是纠缠不休的话，就麻烦您找个人给我带句话，我自己会想办法让他们打消这念头的。孩子，我可以有些银钱资助些许的。啊，千万别！我爹败家，就是因为银钱来的太过容易。我哥出事儿也是因为总觉得天上能掉馅儿饼，所以我就更不能无功受禄，不劳而获了。爹，你看看。你还真是有些硬气呀。不过什么？陈叔，你要是真能念在和我爷爷当年这份情上，愿意帮我的话，能够找份事儿做吗？你一个小女子能做什么呢？我会打算盘，我会算数，我还会写字，于医药一行我也略懂皮毛的。楚小姐，你们楚家这门亲呢，我们陈家这就结定了。回去转告你娘，就5月18吧，这个日子是甚好的。陈叔，要不您再考虑一下呢？不考虑了，快回去吧，别让你娘着急。大顺，我们走。快回去吧。回来就好。是啊，娘，少忠好不容易平安回来了，咱们得庆祝一下吧。明儿到市场上切块肉去。那得多少钱呀？哎呀，娘，你看少忠这吃的。娘，我是得吃点肉补补了，流了很多血。好，好。少华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走。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北京。北京？你不是老跟我说，北京这儿好，北京那儿好吗？我终于可以去看看了。北京可大了，你一个人去？还有谁啊？小武。小武是谁？他家是大辛庄的，他之前在守元药庄做事儿。所以那天在药室，突然就不见了，其实是去找他去了。你们俩好多久了？1个月了。啊？才1个月？1个月你就敢跟他走啊？他对我好。不行，二妞你不能走。为什么呀？如果他辜负你呢？少华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对我最好的人就是你了。再就是小武，他不会负我的。我还是觉得你这样做太冒险了。就算冒险，我也要走。少华，你跟我说过，
你害怕一辈子被困在这儿，其实我也害怕。我要再在这儿待下去，我肯定就被我爹打死了，我要不然就得被卖去给老头做田房。跟小五走，是我这辈子唯一走出去的机会。我走了。二妞。大夫，哎呦，哎呦，请问诊金多少？你们是土匪还是乱打？我们不是土匪。少华，以你的聪明和胆识，只要你愿意走出去，一定能做大事。等我回来，我带你去看外面的世界，好吗？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等我。小华，该上架啦！我跟你说啊，听说夏也是革命党，革命党丢炸弹刺杀什么一等功啊，结果不小心把自己给炸死了，说是血肉模糊。